Hello，大家好。那我们今天来讲的是怎么样去调一支适合你的混色笔刷哟。这种混色笔刷，就是根据每个人的使用习惯。那我们可以先复制一下色彩混合这个笔刷，然后打开我们的扳手。好，这个功能呢，在墨水的底子混色。那我们今天就来简单讲一下，这边的参数哦。那颜料量这边，如果你把它调成100的话，我今天选一个红色好了。它就会涂出我们选的颜色，颜料浓度调100，它不会有任何反应。但当我把这两个都调很高的时候，它就会涂出来。好，当我们在混色的时候，我们这两个我们都会调成0。那再来就是色延伸的部分，色延伸基本上我们都会调到比较高的数值哦。好，当你调成是100的时候呢，你画出来都会像这样子。那调成0，它就会像这样子。我们来看一下底子混色这边有3颗模式。那这个胜出模式呢，它在色延伸0的时候是这样子，它有点像是模糊笔刷，它的色延伸是100的时候，它涂抹起来就会变得很奇怪，就是中间好像会有一点点锯齿的感觉啊，就是我们那个笔刷叠合的感觉，就会像这样子一圈一圈的。所以如果你今天是想要模仿 Photoshop 里面的那种模糊笔刷的话，那你可以把它改成胜出，然后把色颜色调成0，然后像这样子，你就可以去做出模糊的效果。那接下来第3个比较特别的是色彩叠合，这个我印象中好像2.0版以前没有看过这个东西，所以可能是比较新版本才出现的。它有阵子有改版它的混色功能。我们来看一下它这边底下的说明很复杂，但我们看倒数2行就好。色彩混合机胜出会混合透明度，那代表就是说色彩叠合不会混合透明度嘛。我们旁边这边有一个半透明的紫色洋紫色或者是讲粉红色。我们在色彩叠合状态下，色颜色调到100，然后去做混色的时候，你会发现，这边是有一个很明显的洋红色，有没有？我画2条就好。那我把它改成色彩混合的时候，会像这样子。我故意的把底色改成蓝色你们可以看到，我们用色彩混合的模式下，它这边会把我们的透明度一起混合上来，你看像这样子，这样子就更明显了吧？可是我们使用色彩叠合的这个，它这边就是完全是不透明的。OK， 好，接下来我们来讲说，我们平常是不是混色的时候都希望说颜色不要脏脏的？那它在某个版本的时候有新增它这个混合模式，有分成直觉跟普通。像这个蓝色跟黄色这2个颜色，它在混合的时候呢，它就会变成它就会变成像这样的灰灰的颜色。那我今天把它改成直觉，混出来的颜色就会比较漂亮。我用滴管颜色滴出来，你看这个它是偏蓝色的，那这个呢，它是整个偏灰色的，因为黄色加蓝色是对比色嘛，所以它混出来就会变灰色，或者是讲说脏色。我们还可以再来看一下它的这个参数设定哦。我们到直觉这边，你可以试着把它的这个修正灰度调到最高，然后去调整，你就发现它的颜色就蛮干净的，有没有？就是这样，所以我们今天很简单的讲了一下这个底子混色的部分呢。那还有一个地方，其实你可以去调整，就是我们的笔刷前端这边的硬度，你可以把它调0，这样子来回的混合，它就比较不会有那个边界的感觉。像这样子。那你说我希望我涂抹的时候不要就是这样圆圆糊糊，或者是都只有这样子圆形的硬边，你希望它有带一点点那种毛刷的，就是我们在画水彩的时候有那个毛的笔触怎么办？我们就在笔刷前端这边找到素材加号，在这边呢，你可以去新增你喜欢的笔刷。那以内建的笔刷来说，像这个 Blur 这个呢，它画起来很像我们以前那个水彩晕染的感觉，像这样子。甚至可以把笔刷的这个随机性调100，
那它就会看起来更像那个晕染笔刷，这样很适合画云朵，很适合画云朵。你就可以去做出一个有厚度的云朵。然后还有这支 brush 笔刷也很好用，这支我也很常拿来把它当做晕染笔刷使用。我把我的随机关掉的时候，它也会很像发丝笔刷。我把那个笔压关掉的时候，像这样子。好，所以呢，我们今天就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了一下，墨水里面底子混色如何去挑出一支适合你自己的混合笔刷。好，那就这样子啦，谢谢大家。